他现在那个广的双缝干啥生意，好多人看了一头雾水，这没办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运动与那个飞碟是一样的，他超出了我们的常规思维。就现在人家那个光你不供他的，就是你供他的别人他妈的他这怎么搞的？知道他那个没有文化大后的，你到了之后他也不是的。就是说出那个话，他没有出现那个。外面共产党跟那个非统日民共产党它是有区别啊。我描述一下，前辈是这样的，就是说那个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，已经达到光速了，按说不用。他说是因为一开始推到光速和最后要到达地球的时候，把光速减回这个静止状态需要的时间长。真正的空间，真正的长距离的旅行是不需要时间的。这个不需要时间也要分清楚，就是内部的共产党认为不需要时间。内部的共产党。外面的共产党认为还是对吧？100光年它还是要100年的。就是在外边的观察者看他还是需要的。这是有区别的，这俩有区别，不区别的因此引发混乱。所以这样讲，那个人回来之后，他实际上仍然是那个年龄，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其他人看他已经过了100年了，别人已经老了，在那等他很年轻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那个人。但是外星人，我们出了个兴趣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他用视察效应呢，是他无论是外面人民的，都会感觉人民的回来感觉1秒钟。外面的共产党感觉1个小时，100年的速度那变成1个小时。他用的是视察效应。就是，所以那上面描述的就是说，为了让飞船加速到光速，用大量时间，最后，要到达目的地，然后反向缓冲要用非常长时间。其实这个不需要吧？真正的那个光速运动啊，它是改变质量达到光速，它不是用加速的系统。加速的系统一个能量的不得了。还是咱们的惯用思维。另外一个，它光速的东西跟别的东西摩擦的，哪怕一个微小的一个小碟子都碰撞都是窄了，那个灯呢你给松把它不得了。是因为它达到光速，就跟那个鸟一样，那个它跟飞机稍微撞一下就造成空难似的。对，但是我们就说那个外星人测出那个数值是零质量，零质量跟物质的碰撞力是零，没有摩擦力。没有摩擦力。从质量讲它是零质量，你同样适当这个背后这个路线呢是一个路线。你从质量的角度它是零质量，你从时间给我讲它是零时间，它没有过程，不存在这个时间。从空间角度讲它是零度零刺激，所以空间、时间、质量，从力我讲它是没有力，是零力。对，从能量我讲它是说零能量。没有能量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强相互作用啊，或者引力啊，那时候都已经不再存在了。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担心这个物体之间它有这个作用力啊？那你就说它零质量的话，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无，那么它没有所谓的排斥啊，对，冲击啊。它在我们看来，相对于我们来说，它那个空间是虚无，是零刺激，体积是零，时间是零。质量是零，能量是零，力是零，动量是零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工程上的所谓考虑的物理啊、化学啊各种东西都没不像。你都不要曲目比人的呢。它为什么曲目比人的呢？因为质量是自动。我刚才给那个公式的，就是近乎吧，等于质量随时间去做出来，质量是零，它近乎也是。对啊，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电磁作用了。没有近乎是零，什么磁场电全部都是零。我说电磁作用没有了，如果你的质量为零的话，你的引力作用也没有。就果壳这个，他这个思维哈非常的妙，他实际上他没有硬往下扛不是妙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宇宙的本质就是那样的，很简单不是说我们想的很妙，它就那样子。它再厉害，它是在抄袭自然界，抄袭自然界。它这个运动原理跟光子光那个发光运动原理是一模一样。实际上它也不是抄袭，它只是发现了其中的奥秘，发现光子的运动奥秘。我们现在对人类对光的认识呢，还是不太清楚。你比如说现在那个光的双缝干啥生意，好多人看了一头雾水，这没办法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运动原理跟飞碟是一样的，它超出了我们的常规思维。就现在人家那个光你不观察的，它就是空你一观察的变成你妈的，那这怎么搞的？知道他那个没那个微笑到后的，你到了之后，他也不吃的。就是加入意识之后，它就变成了物体；不加入意识，它就还是能量。不是的，就是光呢，在没观察的之前，它达到那个屏幕外是一个波，不干啥一个是一个波你一个假设是在观察的，一个2个途径，2个口是吧？给它从2个口照过去，它在背后也出现那个条纹呢，就相互干涉，干啥呢？就是判定是一步就干了，一会它不干。但是你像我来看是从哪个风过去的？某个时间中哪个生物，你把那个设备一加上那个吧，背后出现什么？不是一观察，它这个就让人家感到不合适。
他妈的，我他妈一看自己拼的人，不看自己不是。知道这个很简单的，你观察的时候必须要这个用光。对啊。哦，不用光速观察，它就会。不是光速，我们所有的世界，所有的观察都是光速，就是光，就是光，信息是光速。现在都是光，因为光速观察，光跟光呢发生在爱，它本来是激发状态，现在它变得不是激发，变得不是，这个很简单。也不是说不是激发状态就是粒子状态。对，这些它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因为你给它发生相互在爱。就是观察者本身他也就是说，你观察者，必须它一个光在走的时候，你必须一个光撞上来，两方是相互在应，你才观察到，非常能观察出来。一在应，它就变得了状态。观察者干涉了它。对，因为他俩是在那运动的呢。你作为观察者，实际上是你在观察过程中必须要有介入。对的，你不介入影响它了。因为介入影响，你不介入你看不到。就是因为它那个光线不反射到我们眼里面，我们看不到的嘛。但它光线再一介入的话呢，它就发生变化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量子力学让人感到困惑的就是，一个粒子，一个物质粒子，同样一个物质粒子，或者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。这个让人感到困惑。纠缠。量子力学我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因为光线运动它所在的空间长度是同为零。它的时间为零，也就是它发生的影响过程，我们无法了解，无法判断，无法准确的描述。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就是这两个纠缠粒子，咱以为离着很远，其实它是在一起的。其实它从我们同时发现，它的一个粒子出现在两个地方，实际上它只是讲我是前一个小时在这个地方，后一个小时在这个地方，5是有时间差的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时间差。为什么看不到它的时间差？光是运动的观察力，在我们看来，它空间为零，时间为零。